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金星上的神秘建筑。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呢，走出地球，看到宇宙之后，人类的好奇心就被宇宙的浩瀚所吸引。人类想要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除了地球生命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生命的存在呢？我们都知道，太阳系中一共有8大行星，而地球呢是唯一一颗诞生了生命的星球。人类是地球最有智慧的生命。地球能够诞生生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球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地带。在太阳系中处于宜居地带的行星其实还有火星和金星。那金星呢，是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在晴朗的夜晚，当我们抬头看天空就能够看到一颗非常明亮的启明星。那启明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星，古人称之为太白金星。为了探索金星的奥秘，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在1960年呢，美国率先向金星发射了行星探测器先驱者5号，然而却因为电池故障造成了无线电通信中断，最后呢以失败而告终。从金星1号到金星6号探测器呢都进入了金星大气层后就迅速失联了。后来呢，经过改进的金星7号和8号呢都成功在金星的表面着陆，其中金星7号呢仅维持了23分钟便失去了联系。金星8号呢在着陆后呢坚持运行了50分钟才失联，但也只回传了1秒钟的数据而已。在1975年呢，金星9号和10号呢同时登陆金星，并且向人类传回了金星表面的第一张照片。这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了金星地表的真实情况。从照片中看起来呢，金星和火星的地表非常类似，同时还传回了关于金星的大气成分和气压的重要数据。科学家通过传回的信息发现呢，金星地表有被腐蚀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了金星的大气层具有很强的酸性成分。金星的表面可以说是真正的炼狱了，因为金星是太阳系的第2颗行星，但它却是8大行星中温度最高的。它的表面温度能够达到482度，那这里的空气中是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的，这就是金星的火山吐出的腐蚀性很强的硫磺的味道。就连金星上方的云层都是酸的，白天温度高，夜晚是严寒。再加上大气中90%以上的二氧化碳，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以地球的生存观来看，是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光是这个温度就能够融化大部分的金属。更可怕的是，金星的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的100倍左右。在如此强大的气压下人类的探测器能够在短时间内被压成铁饼。还有金星自转是非常缓慢的，进行自转1周的时间就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过了243天。虽然金星上面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有一些科学家推测，在早期的时候金星上面是存在过海洋。这个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科学家布拉克·詹姆斯提出的假说。他就认为金星上的海洋消失的原因有2点。第一就是金星早期的时候它的内部曾经散发出像一氧化碳那样的还原气体，那还原气体不断的和水发生化学反应，就导致了金星上面的水分一点一点的就被消化完了。第二种可能就是金星上面的火山是非常多的，很多的火山会不定时的喷发，那频繁的火山爆发产生大量的岩浆炙热的岩浆就慢慢吞噬了大海，而导致金星上面的水资源也慢慢消失了。那无独有偶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科学家就向金星发射了第1枚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上面安装了能够穿透大气层的雷达扫描设备。通过这个探测器苏联就发现金星上竟然分布着2万座城市遗迹。与此同时美国发射的探测器发回的照片也显示金星上有大量的城区，而且那些遗迹完全都是由3角锥形的那种金字塔状的建筑而构成的。人们不禁的就疑惑这究竟是大气层干扰而造成的海市蜃楼的幻象，还是曾经金星上真的存在过智慧生命而留下来的呢？而金星、火星与地球同时拥有金字塔建筑与巨型的人面石像，这里面会不会有着人类不可知的渊源呢？金星上有2万座3角锥巨型的金字塔耸立在地面上，拉开距离看它们好像是一座巨大的马车车轮，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串联，其实它们是一座座城市，其中的车轮的中心的原点的位置是最大的城市，而其他的小城市以辐射的状态由道路联系着分散开来。那么这些金字塔从表面看并没有入口，无门无窗，但是这些金字塔式的城市里人们白天的时候可以躲避外面的高温，而在夜晚则可以躲避严寒或者是狂风暴雨。它们的形状与埃及的金字塔非常的相似，但是如果你问这是在哪儿
它们并没有分布在地球上，而是坐落在金星。也就是说，金星上可能有着生物生存，而这些生物呢有一定智慧的水平，不然也不会建造出如此规模宏大的居住区域。而金星上有生命，这似乎又是个悖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呢，如果太阳系中有地狱的话，那么金星应该就是地狱的代名词了。所以金星上这些神秘的废墟第一次出现在人类视野呢，是在一个科学研讨会上。当时俄罗斯还属于苏联嘛，他们的科学家呢，尼古拉·里宾契科夫呢，就向人们展示了金星上发现的金字塔的图像。这些图像呢，是当时苏联发射的一个探测器扫描到的。在此之前呢，因为金星上浓厚的大气层地球上的科学家们曾发射过20多个探测器呢，都没有看清楚金星的真面目。要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科学家对金星那么的感兴趣呢？而且还这么的不遗余力的花费时间与金钱去探测它，那就是因为金星离地球是最近的，而且它在结构上与地球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让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对它的存在呢抱有一种幻想，或许它可以成为第二个地球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呢，美苏呢就投入了人力与财力对金星进行过探测研究，但是从未获得过清晰的图片。对于这次探测获得的成果呢，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探测器本身出了问题，或者是由于大气层的变化莫测而造成的幻象。他们不相信金星上存在着大量的城市废墟。随后呢，美国的探测器呢居然也发回了金星上带有金字塔的图片，人们才确信了金星上确实有过建造城市的遗迹。如果城市确实存在，那么金星上也一定有类似于人类智慧生命的存在而这一点呢，得到了苏联的科学家的印证。宇宙物理学家阿列克塞·普斯卡夫就认为呢，金星与火星一样存在着人面石，而火星的人面石出现呢，曾经成为了爆炸性的新闻美国的海盗1号飞船拍到了火星上一座高山上有一块五官俱全的巨大的人面石像，该头像呢长16公里，脸心宽呢14公里，它仰望苍穹似乎在沉思着什么。而且它与地球上的狮身人面像的斯芬克斯呢非常的相像。而金星上的人面石呢，同样也可以称作是巨型的，它与火星、地球上的人面石呢更像是亲兄弟。而金星上的人面石像呢是垂泪的表情。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金星、火星还是地球呢，在人面石像的周围呢，都有它们相对应的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显然呢，按照金星现在的生态环境呢，是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的但是现在并不代表过去嘛。科学家们都认为金星早年很有可能是有海洋的，而海洋是生物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嘛。如果海洋存在呢，就为生物存在呢打下了基础。华盛顿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彼得·瓦尔德呢，甚至就分析了当时的状况。他说，40亿年前呢，太阳系最适合生命发源的地方呢，大概就是金星了。之后呢，随着太阳威力越来越强呢，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呢锁住了热，于是呢，突发情况就失控了，海洋沸腾，进而蒸发掉了。金星的故事呢，就可以解释成温室效应的恶果。换句话说，就是它实际是一个步入歧途的地球。科学家们大胆地假设，也许在几百万年前呢，金星、火星或许与地球一样，都曾经存在过智慧生物，产生过文明。但是随着金星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成分越来越浓重呢，金星就再也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了。紧接着呢，首个被披露的这些神秘的城市废墟，里宾切克夫呢就补充说那些城市呢大多都倒下或者是即将倒塌，这就说明历史已经很悠久了现在金星上不存在任何生物，这就说明那里的生物呢已经有可能绝迹了。那所有的科学家，包括关注金星的人，都想弄清楚它上面的城市到底是谁建造的，都想知道当时的智慧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金星是不是也像地球一样绿树成荫，繁花竞放呢？他们是否也在金星上面曾经安居乐业呢？但是这些呢，现在都无从查起了。一座座废墟似乎在告诉人类，金星上的城市只是文明进程的一个悲剧而已。这些神秘废墟空间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那个巨大的垂泪的人面石像又想诉说什么呢？它是否见证了金星文明的毁灭呢？那它又与地球上的狮身人面像、火星上的沉思者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当时苏联曾经下定决心将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答案，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呢，当时苏联解体，这个计划呢就只能搁置了。但是因为金星与地球的近亲关系呢，地球人呢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金星文明的足迹。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呢，地球人解开金星和火星上的谜团或许很快到来。
紧接着无独有偶呢，在近期呢，科学家们就已经证实在很久之前呢，火星上的河道是确实有流水经过的，而火星上甚至有可能存在过智慧的生命，而有些河道呢是他们开凿的运河。好奇号呢在自己的微博上就宣布我找到了一条火星古老河床的证据，它与地球上的一些河床相似。好奇号呢是美国第5个火星着陆探测器，也是第1颗采用核动力驱动的火星车。它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可不要小看这个看似很平常的东西要知道它的造价可高达25亿美元，它可以算是最昂贵的火星探测器了。那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呢是隶属于美国航天局这个00后的火星探测器呢拥有着大批的粉丝，它还有着自己的微博。当然了，背后是由一位美国的宇航员科学家操纵的，它的产生呢是具有娱乐性的，名字呢是通过命名比赛得来的，它可以与人交流，甚至呢有着自己的思想。当他宣布在火星上发现河流的时候呢，也同时掀起了人们对于火星探索的新一轮的热潮。对于火星有没有生命存在呢？地球人一直众说纷纭好奇号的发现证明火星是有河流存在的，那期间间接也就证明了火星有可能是有生物存在的。对于火星的探索呢，早就在1877年呢，意大利的天文学家斯基阿帕雷利呢就利用望远镜观察火星。这位火星的发烧友呢，发现火星上是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直线，有些直线呢把一个个暗色的区域连接在一起。斯基阿帕雷利呢猜测这些不清楚的线条有可能就是火星上的河流。他把他的观测结果记录下来，并绘成了图表。当把这些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引起了一位美国人的关注。这个人呢就是洛维尔。洛维尔呢对火星有着痴迷的情感，他甚至自费建立了一个天文台，专门用来观测火星。在斯基阿帕雷利的基础上呢，他又发现了几条新的河道，而且这些河道呢是有规划的。于是他大胆的就推测呢，火星上呢是有像人类一样聪明的智慧生物居住的，而这些河道呢就是他们曾经开凿的。从水流的分布与走向来看呢，这些河道呢是有目的有规划的。洛维尔的观点呢就当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如果火星上有运河，而运河呢意味着人为开凿，那就说明在火星上真的有过智慧生命的存在。那这样一来呢，一直神秘的外星人就不再是地球人的想象了呀，而是真实存在的吗？虽然很多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洛维尔的理论呢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他的结论多数都是靠大胆的假设得来的。因为肉眼看到的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嘛。如果人类能够到火星上去看一眼，该有多好呢？而这个愿望呢，在20世纪居然被实现了。在1976年呢，美国的海盗1号被送上火星，它不但证实了火星上确实有河流的存在，而且它还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它还发现了火星上有与金星、地球相似的金字塔形的建筑以及巨大的人面石。这就说明火星人真的有类似于人的生物的特征，而且他们还建造了金字塔。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火星上的运河呢就有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有人当时就质疑海盗1号传回来的图片，并推测如果真的有人面石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自然风化的原因，而不是人为的。但是火星上有河道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呀。科学家就推测呢，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呢，火星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期的文明。那个时候火星的气候适宜它的上空呢有大气层，也有降水，这些降水落到地面呢，然后冲刷出许多的河道。但这一切呢都只是推测而已。我们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停止对火星的探索，他们研发出更为先进与智能的探测器呢，发往了火星，而好奇号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说呢，好奇号对于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完成各项指令。在2012年的9月呢，科学家们再次收到了好奇号从火星传来的照片。他们每天都会收到好奇号传来的图片，但是这一天的图片呢，令他们无法平静下来，因为在照片中他们看到了火星的某个地方有许多的碎石。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就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呢，这些碎石呢是经过长途的旅行才来到那里的，其中一些碎石显得十分的圆滑，这就说明这些石头很有可能是流速非常快的河流把它们带到那里的。根据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呢，科学家甚至可以计算出这条火星的河流的流速为每秒0.9米，水深呢大概是人的脚踝到臀部之间。而好奇号项目的研究人员威廉·迪特里希就说呢，曾经有大量的研究就表明火星是存在河道的，并设想这些河道应该有水流通过。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经水流运送过的这个火星碎石，这是从假设到直接观察的转变。
前人的假设呢，居然变成了现实，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假设的动力。人们就发现火星与地球一样，拥有着多种地形，高山、平原、峡谷。他们就设想着，或许火星曾经真的也像地球一样，是一个宜居生存的地方。也许有一天，火星会真的成为地球的后花园呢？一些民间高手呢，也用自己已有的资料做着炫酷的推测。在2013年呢，一位叫做凯文的软件工程师呢，根据现有的资料还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火星。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个真实版的火星与地球呢，竟然一模一样。它也有着大量的海洋、山川、沙漠。那凯文的这一行为就给火星的爱好者以及宇航局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因为这就意味着火星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二个居住的家园。而好奇号的探测呢，也在进行中，并时不时地传来令人开心的消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纠结为什么火星上的河道没有水，也不再纠结呢火星上的河道是不是人为开凿的了。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了火星到底适不适宜人类居住。想要让人类在火星上居住呢，第一个问题是在火星上怎么获得水呢？在2013年，好奇号传来消息，他就发现了火星表面上的土壤是含有2%水分的。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劳里莱辛就说呢，现在知道火星上应该有丰富的可轻易获取的水，这是最令人激动的结果之一。这就意味着今后如果有人登上火星只需要在火星的表面铲起土壤，然后稍稍加热呢，就可能获得一些水。那好奇号呢，继续努力地探索着火星的一切。它的钻头获取火星岩石的样本显示呢，火星表面的岩石包含了磷、氮、氢、氧、碳，而这些呢都是支持生命存在的关键化学成分。随着对火星越来越多的了解呢，在对火星文明探测的同时呢，或许有一天移民火星的生活将不再是一个梦想。马斯克不是已经在准备了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